你童年记忆中有粮票这种东西吗？粮票在1993年被废除，如今在很多人心中只是一个时代烙印。那时候我国粮食供应的短缺，中国直到最近30年才摆脱粮食危机，吃饱饭。清朝以前就不多说了，基本上历朝历代都有过饥荒时期，即便是唐朝贞观元年和宋朝建隆元年，也出现了关内饥和河南株洲乏食的情况。至于明清以后，这类饥荒事件则记录得更为详细。就拿清光绪年间的丁卯奇荒来说，当时因为旱灾，一度饿死了1000多万人，灾情遍及山东、陕西、河南等地，许多人饿得受不了，将小石头磨成粉，掺杂在面粉里吃。在大旱的第3年冬天，重灾区山西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。据当时地方官的记载，山西卖人肉者、吃人肉者不计其数，有些人直接吃尸体，还有一些人则将老人孩子活杀现吃。更有一些灾民为了抢夺口粮，甚至还组建了砍刀会，和其他人拼得你死我活。一场饥荒下来，山西各地可谓是尸骸遍地，惨不忍睹。在饥荒期间，人们吃的最多的一项食品，则是一种名叫观音土的泥巴，它贯穿了整个5000年的饥荒史。早在西周时期，就有人将此土当作充饥物质，即便到了建国初期，因为3年自然灾害，老百姓青黄不接，也只能靠观音土来续命。然而，这种土壤虽然可以让人拥有饱腹感，但却无法被人体消化吸收。少吃一点还不要紧，顶多就是没有营养，骨瘦如柴。但一旦大量进食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许多人因为观音土堵塞肠道，无法排便，最后被活活憋死。粮食缺乏这个问题，始终是中华民族头顶上挥之不去的阴霾。以前的农田产量特别低，秦汉时期，南方的水稻产量只有96斤每亩，一个人得种10几亩田才能养活一家3口。到了宋朝，情况好了一点，随着越南占城稻被引进我国，我国南方水稻的亩产量达到了220斤。在明清时期，由于2熟、3熟的水稻得到大面积推广，我国小农经济产量达到巅峰，亩产可达300斤左右。这些数字看起来似乎不错，但和现在的水稻亩产量比起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。根据现有数据统计，我国水田亩产量最低都有600到700斤，高产的能达到1000到1200斤。由此可见，古时候的人们之所以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主要是因为粮食产量跟不上。除此之外，战乱频发也是导致饥荒的原因。即便是汉唐盛世，打仗都是一种常态。比如唐贞观年间，几乎是3年一小打，5年一大打。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，经常打得你来我往，不亦乐乎。至于乱世时期，比如南北朝、5代十国，那就更为惨烈了。因为战乱导致的饥荒、掠夺事件不计其数，尤其是从1840年到1949年，我国几乎打了100多年的仗。期间，我国不仅军阀混战，还遭受全世界几乎所有列强的反复入侵。换句话说，那时候几乎年年都在打仗，不打仗反而不正常。咱们目前所处的和平盛世，反倒是罕见中的罕见。在以前那个年代，要想安安稳稳种好1亩地有多困难，稍有不慎就被战火给席卷了。当然了，目前咱们已经不用担心这种状况了。毕竟随着国防实力的逐渐提高，国家经济的逐步繁荣，我国完全有能力给民众营造一具坚硬的盾牌，让大家可以在岁月静好的日子里安心生产。古代普通人长期吃不饱饭，一方面是因为粮食产量低下，另一方面是因为战乱不断。现如今的人们已经很难体验那种食不果腹的感觉，这种来之不易的饱腹时期，也得归功于一位伟大人物，他就是袁隆平院士。早在1975年，袁隆平院士就成功研制了初代杂交水稻种植技术，通过这项技术，我国水稻产量增产20%。2021年，袁隆平院士团队成功收获第3代杂交晚稻的成果，亩产达到1872斤。可以说，没有袁隆平老爷爷的付出，就没有我们如今的米饭自由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了，今后我国还会爆发粮食危机吗？这里可以明确的说并不会。即便是其他国家出现粮食危机，我国也能硬扛一阵子。首先，咱们国家的粮食自给率已然高居世界前列。根据2017年的数据统计，中国小麦、水稻、玉米的自给率都达到了98%以上。即便某些国家卡脖子断供，不给我国进口，我国依旧能维持粮食稳定供应的局面。其次，我国还有完善的储备粮制度。
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我国每年可生产粮食6亿吨，消耗量只有4亿吨，相当于2亿吨都存粮库里去了。有了这么多粮食储备以后，我国再扛3年自然灾害都没问题。第三，我国还有严苛的18亿亩土地红线制度，土地红线就等于国内粮食供应的保险杠，只要严守18亿亩土地红线不变，我国就能在今后的动荡世界局势下游刃有余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当然了，虽然我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加了多道保险杠，但未来还得继续进步。比如在农业技术方面需要继续提升，不仅要大搞农业机械化，还得搞农业智能化，依靠尖端科技来提升农业效率。此外，在种子方面也得培育更多的优良品种，最好能多来几个杂交水稻。当这一系列组合拳打出去以后，咱们的菜篮子工程也就稳如泰山了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